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3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64.57， 收盘价是 173.22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4.30，最低价是到达了 162.78，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967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5 倍，量缩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又出现了向上的反转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慢线也即将要上穿零轴，所以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3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回档后的横盘中。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K 线看作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对，也就是说股价出现回档下行，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止跌。那止跌是否成功呢？我们要看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K 线，它的收盘是否能够站上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。那如果能够站上呢，将确认这个止跌成功。对，那否则呢，股价有可能会出现继续横盘，甚至是回档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。那我们说在1月27日和1月30日两根 K 线形成的是一个左长绿右长红，一个母子怀抱，这是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母子怀抱的变盘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它要向下变盘。那么对这根母线的最低是它的指标。对，那么我们会看到在1月31日这根 K 线下杀到了这个母线最低的附近然后股价被拉抬。那我们说这根 K 线守住了这个母子怀抱变盘向下 K 线组合的这个指标。对，那么我们说对于这样一根 K 线呢，说我们守住了这个161，那后续我们将要看股价是否能够继续向上，站上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来确认这个止跌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向上。当然，日后如果再跌破161呢，那我们说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向上或者是向下两个方向。对，那股价向上呢，我们说是收盘价会在178，那它的条件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7的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是股价会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55，
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7的。对，那我们说这样的股价的向上和向下，在开盘的时候即被否定。那我们给出的第二个可能呢，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70这个位置。对，那实际在1月31日收盘价是在173.22，那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我们预测的点位啊，170和实际的收盘虽然相差比较大，但是我们预测的这个股价的走势和收盘价的本质，对，和实际的相符，也就是说，股价又重新站上了170，170是这根绿 K 的中线，实际上也是这个我们定义的，这个盘整区的最高和最低的一个中线。所以说，重新站上这条中线呢，那我们说为股价能够继续向上呢，打好了一个基础，并且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还回踩了5日均线值，对，所以这些指标呢，都有利于股价继续上行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2月1日股价上行，我们说目标首先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174.30，对，这是一个小目标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啊，说这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后续能够站上前高174.3呢，我们说将会确认这个止跌，那股价会向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认为这个174将是一个也是一个压力。对，好，那么股价向上，对于2月1日股价向上真正的目标呢，我们说是这个180.68，是这个母子怀抱母线的最高。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呢，我们说在连续从1月27日抱有一个我们说叫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，那如果能够站上这个母线最高啊，我们说叫换手成功，那股价将会有一波新的上涨。但是我们说股价如果站上这个180.68呀，然后出现新的一波上涨，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是非常强的一个压力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在183这个地方啊，还会有一个压力。我们来看看183的由来呢，我们会看到现在是周 K 线图的20均值。我们可以从屏幕的左上方，我们会看到 MA20是183.428，对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上行，在这个位置啊，很可能会遇到压力。对，好，我们回到日 K 线图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在180.68到183这个位置呢，会是很强的压力。对，这也是说为什么股价在1月27日冲高到180之后啊，会横盘在这个地方的理由，也就是上方是有压力很大的压力的。对，那我们说股价如果站上了这个目标，会有一波新的上涨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0关口。那200关口呢，我们说从191，我们说是12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从191一直到200这个区间，它也是强压力，也就是股价在这个位置啊，很容易会遇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的。对，好，那么200关口之上的目标呢，我们会看到这个水平线是237.395，对，
是2022年11月1日的最高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这几个目标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下行，也就是回档。那我们说，对于2月1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那它首先的目标就是要跌破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68到171之间。对，那么我们把这也是股价回档的一个小目标，就是要跌破5均值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170下移到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也就是168作为标志观察。对，好，那这是股价回档的一个小目标。那我们说它真正下行的，首先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母子怀抱这根长绿 K 线的最低是161，这是它回档的真正目标。那如果股价跌破了161，将会确认这个母子怀抱向下变盘的 K 线组合，那股价呢将会继续向下去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那下方的这个缺口呢，也是股价下行的第2个目标。对，那么我们说，在对于2月1日来说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啊，提升上来了，是在153到155之间。那我们说，股价第2个目标是回补这个缺口。那我们说，目前这个缺口的上沿啊，将是强支撑。那我们把这个150这条水平线，这是我们说的，在前一期视频里提到的缺口的中线是它的强支撑。那我们把这150啊提升到154这个位置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说这个缺口的上沿，将是强支撑。好，当然我们说强支撑如果被跌破呢，那股价会继续向下。那我们说，如果缺口被回补了，股价继续向下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37、138是1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它是这一波上涨的起涨 K 线的最低。所以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它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对于2月1日来说，20日均线值啊，将会提升到这个位置，是在137到138这个范围。所以我们说，在股价后续在下行的过程、回档或者甚至是下行的过程当中啊，那么当到达这个目标的时候，20日均线值也将成为支撑。对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说，这是下方的支撑。那从我们刚刚从上行和下行的来分析来看啊，也就是目前股价上方是有重压的，下方是有强支撑的，所以我们说股价目前是横盘在这个1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。对，所以后续呢，我们会继续观察这个股价的走势。那对于2月1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2个点，一个是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前高174。那我们看股价是否能够在174上方运行，来确认这个止跌，就是这根红棒的止跌。对。那另外一个点位我们要特别关注168，就是5日均线值，说股价出现回档是否在这个168下方运行。对，所以盘中我们关注这2个点。好，那在这里我们想强调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要关注174呢？站上它，我们说股价会确认这个止跌会向上。那跌破了这个5日均线值168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在盘中啊，我们指的都是在盘中会测试161。对，好，以上是我们对
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规律。那我们说，我们依然回顾，这一波操作，我们是在131月17日有进场建仓，然后在1月23日收盘，在143这个地方有加仓，然后呢，在1月26日的收盘，160有加仓，然后在1月27日这个收盘，177.9这个位置有加仓。那目前股价我们说出现回档到1月31日收盘这个位置，我们说股价一直是在5日收盘价一直是在5日均线值上方。那么对于1月31日来说，或者2月1日来说，我们停利继续守5日均线值。对，在这里我们说的是指收盘价，收盘价如果跌破5日均线值，我们就要停利，也就是离场。那但是在盘中如果跌破5均值是不作数的。对，好。那么对于这样连续的建仓加仓，停利是守5日均线值，那么我们说止损我们要守在154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，那我们说连续建仓加仓呢，那应该成本应该是在150。应该是在150附近，那么守停损呢？我们说可以守在154，也就是这一波涨幅没有盈利不至于会出现亏损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也会我们想在关于这一波的操作再来补充说明一下。对。就是再次强调守5日均线值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哈。那我们说股价运行到1月31日，我们在账户当中的盈利应该是看5日均线值是164.496乘以持股数，这是目前的盈利的位置。而不是收盘价173，对的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对于1月31日来说，相较于前一个交易日，5日均线值是在158.63。那如果我们这样计算的话，从158到164，我们说又有了叫将近6个点的上升。对，因为在前一个交易日，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一个长红 K 线那有可能说股价会继续向下，但是它的收盘价没有跌破5日均线值，那么我们继续按照这个规律去持仓。那在经过一个交易日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反转，5日均线值出现了提升，那么我们说我们的盈利的空间又在继续向上。对，所以在这里我们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守5均的意义，对，或者说叫依据哈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操作。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没有进场，131没有进场，在143没有进场，有可能在我们说如果另外一个操作是在也就是1月26日收盘160和1月27日，最高对收盘是177.90。如果是在这2个地方进场呢，我们说现在提不到，并没有盈利，那我们说目前要守停损，守161，就是这根母线的最低。如果股价跌破收盘价跌破了161，应该即可出场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上涨期间
的技术上的操作规律的描述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叫做空方面操作，因为在前一期视频的留言当中，有网友问到，就是说对于1月30日收盘之后啊，有网友问到，现在是不是做空和做多和做空都不可以进场？那我的回复呢是，在1月30日收盘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尝试做空的。对，那如果在这个位置尝试做空呢，那一定回补位一定是这根红 K 的最高，或者说是这根绿 K 的最高，就是回补位要设在180啊，因为股价随时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上。那在这个地方进场做空呢，它的目标在前一个交易日是150，那到了现在呢，我们说如果在这个地方有进场做空呢，我们说没有到达180，并没有回补，目标现在应该是155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做空方面的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好，那我们我还想再补充说明一下，再继续啊，说如果我们提到做空，说股价有可能会到达155的，我们继续说做多的操作啊。那股价一旦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我们说停利出场。那我们说股价到了155，在我们分析说了，155又是强支撑，说股价有可能在缺口这个位置遇支撑而向上。我们会看到趋势线也在这个位置。那如果我们说市场要守这条趋势线，跌破5日均线值，出现深度回档呢，可能会回踩到10日均线值，然后有可能会继续向上。那我们在做多的操作，在收盘跌破5均值之后出场呢，那我们会说，这是不是一个误操作？对，或者说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拿着这个仓位等待它向上？我们说不是的，因为我们说如果股价跌破5日均线值，我们停利出场，那么我们的利润空间是从131一直到这个区域，对。那我们是有这个利润的，对。那股价如果说跌破了，继续向下，那有可能跌破这个缺口，然后再向下，那我们这个利润是空间就会显现出来。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遇到支撑，股价继续向上呢，我们说我们可以获利之后，在股价如果说遇支撑继续反转向上，如果说股价能够再继续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当时的情况，可以再进场，然后呢做多。对，那股价如果出现反转遇支撑反转向上再站上5日均线值呢，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。所以对于多头的操作呢，我们说破5均我们离场，那我们保住这个位置的盈利。那一旦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再有一波上涨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再进场，然后在高处再出场。所以它是一个接力的一个操作。对，好，目的就是要守住上涨的利润。对的。好，今天还是有点啰嗦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2月1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我们说压力位，第一个就是前高174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母线的最高是180，然后再上方的第三个压力是从191到200。下方的支撑，我们说
就是首先到来的下方支撑就是5日均线值是从168一直到171，这个区间是第一个支撑。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161，这个绿 K 的最低。然后第三个支撑我们说是下方的这个缺口是146到154。然后我们说154这个点将是强支撑，对，当然再向下呢，我们说就是137到138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2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很可能会出现继续横盘。对，如果是横盘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9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78，收盘会收在170附近。对，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在这个位置继续横盘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将会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上涨，如果出现上涨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1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84，收盘会收在179附近。那如果出现上涨的可能，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0的。满足了这2个条件，我们说股价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是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3.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162，收盘会收在163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出现这样回档，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4的。满足了这2个条件，我们说股价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对，那我们说第二个可能上涨和回档呢，我们依然说股价会在我们说的这个母线的最高和最低的范围之内。对。好，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